居然真有这么两座山，看来那些人倒也真不是虚言。哈哈，原来是韩道友来了，我就知道以道友的神通，区区一件任务绝对无事的。原来是柳兄和欧阳兄，二位来的不是比在下还要早吗？看来二位任务比在下还要顺利得多。我二人任务又如何能和韩道友相比？老夫不过跟随几位禁卫大人扫荡几个异族人的小宝典而已，只要自身小心一些，自然不会有多大风险。除了二位道友外，还有其他道友到了吗？当然有，我们此行需要人手不少。虽然早就做了近半道友可能无法赶到的预测，但是现在已经到来的人手也差不多了。我带韩兄去见见。那就有劳道友了。迎仙子，想不到道友也被邀请来了，还真是巧了。妾身却是知道道友会到此地的，在下也算此件事情的发起人之一。发起人？这倒真出乎韩某的预料了。韩道友既然到了，不如先入庭一坐。韩某这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些小伤，外加日夜赶路耗费了些法力，还是先恢复一下吧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似乎距离约定的出发时间还有半月之距呢。好，这倒是我等疏忽了。韩兄一路而来，自然要先休息一二再说的。这些屋子最左边几间尚未有人，道友尽管挑选一间就是了。当然，道友若是不满意的话，施法自己另行再见也行。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韩兄如此急着调息休养，不会身负重伤了吧？应该不会，韩道友气色很好，可能真的只是法力有些混耗而已。说不定韩道友精通敛息的秘术，我等看不出来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既然能按时到这里了，已经说明此人不同寻常。先来的袁道友和靖远大师，不是同样一来就入屋静修了吗？迎仙子所说有理，虽然韩道友只有化神中期修士，但是据我推测，论神通在已到的道友中，足可排进前3。欧阳道友此言未免有些夸大吧？韩道友只是化神中期修士，这点老身还不会看错的。赵姐姐在天渊城这些年间，甚少参加飞升修士的聚会，不知道韩道友的事情。韩道友可是曾经自斩杀和生吃过同阶一族，特别他的一种神通，对付那影族更是大有克制之效。这也是我等会一力邀请他来的主要原因。迎道友意思是用此人专门对付那些影虫兽？不错，我等是这个意思。那些影虫兽颇为棘手，万一因此大耗法力，甚至惊走了我们此行的真正猎物，那可就糟糕透顶了。见过祝前辈、卿前辈，两位前辈也到了，晚辈见过二位前辈。人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，诸位道友先坐下吧，我等好好商量下如何清剿那群闭眼真蝉巢穴的事情。看来和我夫妻去预料的差不多了，当初发出邀请的道友，如今真能到此的不过4成而已。其他道友要么任务缠身，无法赶来，要么出了什么事情，无法跋涉万里到此了。就算如此，我等只要齐心协力，也能将那群闭眼真蝉顺利剿灭的。到时候诸位道友分得真蝉灵血，而我夫妻则得这群古兽守护的树株千心花。这些都和诸位道友事先说过了，都没有什么意义吧？当然，那些真牌灵血的划分，还要根据诸位道友的表现才可，不可能完全平分的。还希望有其他心思的道友，不要妄想不劳而秋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心中有数了，我们就商讨行动的具体步骤吧。这群闭眼真凡是迎仙子等人率先发现的，就由迎道友先解说一二。祝前辈有命，晚辈怎敢不从？如何发现闭眼真牌巢穴的，小女子就不多说了。能告诉大家的是，这一群真牌有接近10只的样子，
两只雌雄成年真牌大概有炼虚中期的实力，其余的幼巢相当于元婴级的修士。这群真蝉一直躲在地下深处的巢穴中，平常根本不会出来的。若想在巢穴中击杀它们的话，恐怕难度会增加不少的。毕竟巢穴附近的环境非常不利于我等出手围剿的。若是仅仅这些，其实也无需同时请来如此多道友的。关键是这闭眼真蝉巢穴附近还有2种厉害的半生兽，一种是黑血蚁，另外一种则是影虫兽。这2种虫兽虽然个体也许不算什么，但都是群居种类，大约各有100余只左右的样子。要想清剿闭眼真蝉，必须同时解决这2半生虫兽才可。黑血蚁、影虫兽，不用紧张，既然我请诸位道友到此，自然对此已经有了解决之道，只是需要诸位的大力协助而已。诸前辈，不是我等不信前辈之言，而是此事看起来的确凶险，前辈能否稍加解说一下具体的应对之策？原来是尤道友，道友请坐。即使道兄不提此事，祝某也会在下面稍加解释的。其实简单，这2种半生虫兽虽然有些棘手，但是我夫妇已经收购到了檀鹤香，此香对黑蟹蚁具有莫大吸引力，只要在远处一点燃，就可把它们轻易引出地面，然后一起出手剿灭。倒是那些影虫兽不太好应付，不过我夫婿也从好友处借来了一套玄清天雷旗，只要8名道友手持此宝，组成天都环雷阵，足可以困住这些影虫兽。除此之外，还特别请来了在功法上可专门克制影虫的韩道友和萧仙子，有2位道友辅助此雷阵，应该万无一失了。剩下的人再和我夫妇联手，专心对付那些真蝉兽即可了。诸位道友觉得如何？这位应当就是萧仙子。萧仙子修炼的是何种神通，竟也能克制影虫兽？单一担忧撤退之路，真的为屯金房。当日祝道友夫妇带人到洞府找上我时，似乎也只是祝道友开口，未见青前辈说过话。青前辈莫非修炼了类似闭口禅的古怪功法？既然人手已经安排妥当，我等即刻出发。